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乐，和你们分享有用的生活经验。我又去淘二手家具了，这一次我把家里的旧桌子换成了一个实木的大圆桌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，它还可以延展变成一个6到8人的大餐桌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高尔夫真是国民神车啊，这么大的桌子都塞进去了，你们看。纯实木的大圆桌，颜色温润，没有什么木节，大概是榉木吧，是不是好棒棒？1倍小广告总是能用很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好，而且造型过了数十年也不过时的旧货，真是淘不到宝呢。先把桌子表面的粉尘和油污打扫干净，金属的轨道也用粗砂纸磨掉轻微的锈迹。打扫干净之后，就把轨道重新装上，现在已经很牢固啦。我们的木油很久没有使用过了，用桌子中间那块板的背面测试了一下颜色。这种木油是专门给厨房台面的，适用于接触食品的木头表面，所以用在餐桌非常合适。如果有用于砧板的木油也特别好。油基本无色，让木头的颜色更润，我们觉得效果很好哦，那就接着用它吧。外面太热了，进屋了，进屋了。因为是室内，我们决定施魔法不对，施魔，这样就不会满屋子粉尘。我们先用220目的粗砂纸顺着木头的纹理磨，有一些划痕的区域可以多用力来回磨一磨，这样划痕就会变得不那么明显啊，就跟磨皮一个道理。哎呀！哇，我的宝贝古董灯被撞了。粗砂纸磨过之后，用600目以上的细砂纸磨。家里目前只有1000目的，那就1000目吧。磨的同时要不断的用手摸桌子的表面，直到你感受到整个桌面都滑溜溜的。然后把桌子表面擦干净，等它晾干就可以刷油啦。刷油也要顺着木头的纹理，慢悠悠的刷满整个桌面，让每一寸木头都吸得饱饱的哦。时不时要低头逆光看一下，这样能看清楚哪里的油比较薄，哪里的油太厚。等到桌面全部都刷满了之后，就休息30分钟，让木头的孔隙自然的吸收掉木油。30分钟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木油明显变得薄了。现在就用棉布把多余的油吸收。我们用的棉布就是被我剪了做口罩的旧 T 恤的剩余部分，真是充分的废物利用啊！擦完之后，桌子还不能马上开始使用，要等到48小时之后再用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点赞哦。